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应广大粉丝要求，先来做个自我介绍。我是四姨太的朋友小花，大家一起交个朋友吧。盼了大半年的《斗罗大陆》终于上线了，还是妥妥的上新剧，大 IP 加大制作加顶流演员，应该很容易爆。仪态也赶在第一时间围观了下。看完心里有点五味杂陈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口，而耐着性子又观望了2天后，才鼓起勇气和大家聊聊。老实说，能看到肖战的剧，仪态还是蛮惊喜的。他的演技虽然没有那么成熟，但还是可圈可点的。毕竟这部剧在19年就杀青了，那会儿肖战几乎还没有太多机会磨练演技。但看完第1集后，我突然有点担心。这部剧有强大的粉丝基础，还提前出过动漫版，风评口碑都很好，这样一来剧版必定会顶着很大的压力，几乎可以预见会被拿着放大镜挑刺儿了。演得无懈可击还好说，偏偏没逃过古装剧的硬伤，所以遭到一大批原著粉的抵制也在意料之中。上线3天，口碑2极分化严重，还传出片头抄袭的消息，本以为是误会，没想到相关制作方直接认了。这下又提供了一个槽点，甚至让肖战背了锅。很多人都因为这事儿讽刺和吐槽肖战，还顺便带上了肖战的其他争议。毫无疑问地说，《斗罗大陆》抄袭这件事儿的确影响到了肖战的角色形象和个人口碑。但抛开这件事儿来看，肖战在《斗罗大陆》里饰演的男主角唐三，在目前的剧情里表现都算是合格的。他的颜值、他的演技、他的原声台词，都算是一个职业演员的标准。而肖战戏外的人气和流量号召力，也确确实实为这部剧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。总之，从各方面来看，肖战之于剧版《斗罗大陆》都是毋庸置疑的加成。而且片头抄袭这种事儿，仪态怎么想也和演员联系不到一块去。这边的片头抄袭风波还没理清楚，那边的吐槽声又蜂拥而至。仪态看了看，简单总结出大家口中的几大槽点：一、剧情魔改，几乎所有 IP 剧都难逃剧情魔改的命运，像《斗破苍穹》、《诛仙一》、《游匪》等都被吐槽过。这次的斗罗也没例外，原著和动漫的很多亮点都被改得乱七八糟。本来唐三拥有前世的记忆和天赋，穿越的时候把这些全带过来了。什么玄天宝录、玄玉手、鬼影迷踪、紫极魔童、暗器白姐之类的，就他一个人知道，别人听都没听过。而剧版直接把这些内容全部压缩在1集里，甚至连经典的穿越都没讲明白，还把吉祥的天赋改成了遗传，大大削弱了原著的魅力。没看过原著的还好，如果原著动漫滤镜太强，完全接受不了这种改编。他们的意难平，仪态完全可以理解。不过这里我想说句公道话， IP 改编虽然有噱头、有红利、有粉丝基础，但风险也是蛮大的。毕竟小说漫版剧版的呈现方式本来就不一样，类似于穿越特效还想高度还原还是蛮难的。据说受国家政策影响，没办法拍穿越，为了上新，斗罗前面忍痛剪了好多集，看起来有点无厘头，也就在所难免了。第二个槽点则是人设，原著里的唐三是运筹帷幄、反应灵敏，可是到了剧里就变成话痨，还经常咋咋呼呼。最尬的是让肖战演6岁的孩童，这简直比演少年还恐怖，真是搞不懂剧方是怎么想的，找个小孩来演不好吗？还非得坑演员。除了男主唐三，唐昊、小五大师的人设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围攻。第3个槽点则是特效，估计是受过动漫版的冲击，所以剧本的特效又被嘲了。有人吐槽原著动画里的唐三制作出来的暗器十分华丽，可到了真人版电视剧里就变成了生锈的铁条。早早出场的人面魔蛛也被无情嘲笑了，还有武魂觉醒特效做得太简陋了，连魂环都变成了闪光的圆圈。不过作为一个没看过原著、没看过动漫的人，我觉得剧版斗罗没有他们说的这么不堪，至少还是可以吸引我的。也许是小染滤镜吧。演技这里就不做点评了，各欢入各眼。仪态觉得现阶段男女主的演技有槽点，但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具体好不好，大家还是自行体会吧。说到这儿，大家最关心的除了新剧就是肖战了吧？这部剧是他继《陈情》之后的又一部经典作品，对他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。但一开播就遭到黑子们的疯狂阻击，口碑2极分化严重，连仪态都替他捏把汗。
不过好在拿下了热度。新剧开播后，从讨论度、收视率各方数据来看，《斗罗大陆》极有可能成为年度爆款。预告一上线，播放量就火速破亿。一集更新后，在此基础上，数据又开始持续飙升。即使一代完稿已达到3亿的播放，开播首日收视率上升到第4位，晚上8点登顶，创下了史上最快首播登顶纪录。央视频在开播消息发布2小时后，预约观看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，这样的数据确实惊人。肖战还带着吴宣仪一起登上了某平台的艺人指数榜。更绝的是，斗罗还没有登陆海外平台那会儿，关注度就已经很高了。开播后直接掀起全球肖战风，人民日报海外网更是点名表扬斗罗大陆弘扬了青年励志精神。其实凭借肖战的顶流人气和他复杂的话题属性，再加上唐家三少的原著 IP 影响力以及动漫版的热度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点都不意外。但必须要说的是，高热度的背后也意味着高压力，能否顶住压力，承受得住粉丝们挑剔的眼光，这才是这部剧能否真正火爆的关键所在。当然，不管剧的口碑如何，粉黑大战也好，对于肖战而言都是一次大胜利。他风头的确很大，黑他的和爱他的都想让他走到两头的极端。可是看似是名气很大的肖战，压根就没有过一部电视剧上新。没有剧上新就意味着国民度总有一天会下降。一旦肖战拥有了真正的国民度，那么就意味着他的剧、他的作品始终都会有人站出来支持，而且是大街小巷的议论，远非小众圈子里的自嗨。所以说，哪怕是中午12点播出，能上新就是进步。撇开这些不谈，在斗罗大陆开播这段时间，肖战还拿下了鹅厂的代言，海报上还写下了休整片刻，蓄势待发，这暗戳戳的祝福和期待，鹅的地位和量级不用多说，大家应该也感受得到。综合以上来看，肖战斗罗这个头开的似乎不错，高兴归高兴，不可否认的是227的影响一直都在，黑子们也密切关注着肖战。这边数据代言开门红，那边就有人说鹅厂偷了动漫的数据，明目张胆的造假，还说粉丝人工刷播放量，甚至联系到人民日报严打流量造假上，剧红是非多，人红是非多的铁律一再被证实。不过经过1年沉淀，如今的肖战似乎沉稳了许多，事业也在慢慢回暖。斗罗大陆对于肖战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机遇，更是一个挑战。但愿斗罗大陆在央视的加持下，可以用隐藏的剧情、过硬的表现征服所有人。也希望肖战能够以斗罗为跳板，开启事业新巅峰。不说了，下班了，好激动，回家看我的上能打铁养家，打怪除恶，下能洗衣做饭，梳头送礼的唐三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。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的娱乐资讯哦。